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对我们普通人，我不去说运动员，对我们普通人，在短暂的运动寿命，可以努力的去尽可能的让自己体验更多努力的感觉吧。哎，大家伙早喽！11月13号星期四，马上就周末了。我明天去神户，然后明天下午博览会一开幕，我应该就去。今天第4个训练日，然后今天的训练会调整。今天的训练虽然是第4个训练日，但是当做半个休息日去做，就去跑一圈就回。之后明天是休息日，周六最后一个早餐跑，周日比赛。所以今天咱们回评论，好吗？看这个织物表带，这就是高驰现在在卖的那个22毫米的织物表带。有小伙伴说，只是偶尔跑步，按兴趣跑步，平常更多的是可以爬山，然后去徒步、骑车。问我是不是 Apex 4更合适？我觉得是的。就手表这个事儿，就是看您的需求，看个人的需求去选择自己的东西。只不过我可以说一些我自己的观点。同时，下一个问题也是这样，有小伙伴问说，到底是数码评测的人去评测运动手表，还是跑步的人去评测运动手表，哪个更好？这个说到了我特别想聊的话题，就是我不能说我是个数码评测者，但是我是科技行业的从业人员。第一是从业了好多年，第二个是我差不多从很小就很喜欢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去琢磨去研究。所以我是个跑马拉松的程序员。我评测这些东西的，我不能说角度不一样，可能说出来的东西差不多，但是其实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下一个问题，有小伙伴说Pace 3他觉得完全不需要更新，这就是前2个问题的结合。第一个就是看您想要什么，就看您的需求是什么，您是否看重也许在未来，我说的这个未来可能是半年或者1年，就至少在下一代硬件出现之前，是不是想在软件上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就和我们升级电脑一样，很少会有人说就现在完全不能用了我才更新配置，只不过我想追求更好，或者追求更快。Pace 4跟 Pace 3之间的算力，就是性能是有代差的，是有明显的代差的。在这一点上，其实很多时候你可能感受不到，但是目前能感受到的也有一些，比方说操作是不是顺畅，会有一点点区别。因为 Pace 4没有离线地图，所以不会像 Pace Pro 那样。Pace Pro 和 Apex 4这2款，大家打开地图就能知道算力是多么重要。所以如果比方说您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就可以趁着 Pace 3现在出2手价格还可以的时候就去换它，这是我个人的建议。所以需求和看东西的角度不一样。下一个跑步相关的问题，阈值跑和混氧跑有什么区别？那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说的阈值跑是指跑到真正的 LTR 的那个配速，或者比那更快。其实对我来说，我应该跑到3分27以内。昨天是因为比赛周的原因，就是在适宜的温度下，我应该是3分26、3分27。以前基本上是会跑到3分22、23左右，就是比 LTR 还能再稍微高一点点，因为我们距离短。这还得结合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阈值跑的距离和配速。
就是如果你就跑，比如像我们这种6公里，至多8公里的话，那就跑到手表给你算的那个乳酸阈值的那个配速，尽可能的跑到那个配速就好了。如果您跑8到14公里，就是第二种跑法。第二种跑法，其实我的建议是10到16公里更好，就跑到什么呢？跑到你那个乳酸阈值那个区间的偏上，就偏快。就比方对我来说，我的 LTR 是3分26，如果跑6到8公里就是3分26，如果是6公里还要再快一点点，效果更好。如果跑15公里，那可能就是3分30，差不多就是半马的配速。然后混氧是什么呢？混氧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在半马和全马之间偏向全马的配速。比方对我来说可能是3分40到3分43，我的马拉松配速是3分45，差不多就是这样。但是其实说实话，就是对绝大多数普通爱好者，就也包括我现在的训练，这几秒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你还是更多的看自己的感觉。感觉是什么呢？就是阈值跑的感觉是我还行，但是我又不行了，找到那个感觉就是阈值跑。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位小伙，现在马上6点40，应该是。如果是，咱们就一会儿再聊啊。刚刚和观众分开，我们把问题聊完，还有2个话题。第一个是关于小伙伴说，如果我把我的训练、睡眠所有的数据整理好，丢给 AI， 它能不能指导我训练，或者指导我的各种事情？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想找个时间专门聊一聊我的观点。就 AI 是什么 ？AI 其实就跟一开始的 AlphaGo 一样，它本身是通过一个东西决定，就这一步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下一个路口往左还是往右，就可以这样理解这件事情。然后什么东西让它能够判断出，比方说完你下一个字要说好，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有好多这些数据丢给了它，训练它，告诉它下一个什么是对的。这就像我们训练小动物，或者训练自己，从小你看我们训练小朋友的礼貌，训练审美，觉得什么是好看的，什么是不好看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一样的。那这件事儿就从是不是智能变成了是什么东西训练的它。这就好像比方说你运动损伤了，然后你去普通医院看病，你去了骨科，大夫跟你说你休息吧，你不能跑步了。但是呢，为什么我们总建议去运动医学的专业的医院去看？因为本质上我有这个损伤，我去看是希望让医生帮助我尽量的在维持我的运动水平的情况下去把这个伤养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呢？就是因为前者的普通的骨科医生，他接受的训练是针对普通人的看病，而后者是更多针对运动员的看病，所以训练数据不一样。那我们回到这个 AI 的普通 AI 的话题，那普通的 AI 它的训练数据，其实我猜，两者都有，但是从分布来看，肯定是偏向大众和普通人的是居多的，所以它不一定能够完全帮助你解决问题。比方说，对他来说，可能每次跑步5公里就很了不起了，但是对我们来说，每次跑步5公里是没有什么的，就这么回事儿。不过前提是你如果能告诉他你所有的情况，也许他会有改善。今天是神户马拉松之前最后一个差不多距离的跑步，轻松跑12公里，12公里多一点点。明天休息，后天是早餐跑，大后天比赛日。现在特别喜欢每次训练完用佩斯4的麦克风录个音。我最近会发一些我觉得对运动手表的，不管是我喜欢的参数设置，还是一些经验技巧吧。咱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小伙伴说，你看这些场地5000米那些都是前面苟着，最后去拼负配速、负分多，您说的是对的，我说的是马拉松，而且我说的是针对我们普通人。我们普通人去参加比赛，为什么呢？其实为的是一个成绩，而不是为了名次，或者说是为了我自己燃尽了，或者我自己努力了。像我去参加这边的场地5000米，也有这种就玩战术的人，就他跟着你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他赢了，有的时候他输了，但是其实在我眼里都不重要。这就是我的观点，这个事儿对我来说不重要。什么对我重要呢？就是我努力去跑了，对我来说很重要。你是不是努力去获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就记得我特小的时候，那时候跟人家忘了是比个什么东西，然后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练过，还是怎么着，回去我奶奶就跟我说你这个没用，你这矬子里头拔将军。而更多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好成绩，其实这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就变得，不那么正确，因为并没有一切向利益去看齐。我同意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对我们普通人，我不去说运动员，对我们普通人，在短暂的运动寿命里，还是可以努力的去尽可能的让自己体验更多努力的感觉吧。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